看一下 MC 话题。亲爱的你，说说在团这么久，别人对你都有什么别人都对你有什么误解？那我们从谁先开始呢？小公鸡来，谁误解看起来最多？不，我觉得应该从那种后辈开始，从这边先开始吧。哦，按期数来是吧？按期数来是吧？有比我小的吗？方伟婷，那他来先。有什么误解？好，别人又对你有什么误解？你牙上有口红，真假的？这就是误解吧？等一下，真的有吗？没了啊，还有。好了，哎呀妈，看不出来。你说吧。我什么误解？我是我谈恋爱的这个。哦，我真的没有谈恋爱。可以。这个是一个误解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。为什么可以理解？就是人就是闲的时候嘛，总想有点什么聊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其实如果是。什么呀？你之前跟我说我觉得是因为你太，我觉得是因为你太漂亮，大家太没有安全感了。你昨天对我的表白都不算了是吗？你在这里，这是可以知道的吗？这个不能说，就如果把是我跟某一个偶像传出来的也就算了，但是我看到了我跟许多偶像都有一腿儿，我就。那就是许多腿儿。哇塞，我就是说，你是毒蜘蛛，对呀，爱情就像毒蜘蛛，瞬间将真的很厉害。我就有的时候我真的不认识有的人，我就很无语。还有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怎么自己会笑成这样子？哎，真的有人说我精神不好，你们信吗？这个没说过。谁笑的时候，确实很难让人不怀疑这些。这不是误解吧？哎，我不是真的有病。你好认真哦，别人也就只是开玩笑而已啦。我不是真的精神不好，就是那件事发生之后。我要澄清一下，因为没有就算了，过去了。因为毕竟没有什么，就大家都拿那些一些就是其他奇奇怪怪的图片对比，就没有什么就是实在的东西，就过去了就过去了。然后有人说我精神不好，我有点怀疑自己。你要澄清一下，这不是谣言。精神不好，这不是谣言，我能为他证明。对，我也是。所以说哪天我做了出格的事情，请大家理解一下，因为我精神不好，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发布会，那下一个，朝天阳吧。他是洋洋啊，洋误解有什么呢？宁科安倍。洋洋都原来是科呀！刚刚说了啊，你说。就是大家都以为我是过来面试舞蹈老师的，然后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哎，我今天我在那个什么，就是楼下边化妆边说这个事儿的时候，那个后台姐姐还说啊，不是啊，我想是什么误解呢？我是来面试，就是我面试的时候就是面试成员的，我是在优唐面试的，然后去了玉龙城，然后就是最后又回到了优唐，然后现在又来到了这里。就是一开始去那儿当舞蹈老师，你真是个吉祥物啊！你怎么去哪儿不对头呢？哎，我不是来应聘舞蹈老师的啊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其实我也是啊，我是在上海面试的，然后去了北京之后又回来了。我的话，就是除了一个我没有姐姐也没有弟弟这件事情，你就是你，今天已经验证过了，宁科就是宁科。没有，不要乱说，好吧？没有双胞胎。小朱老师今天看那个看他们俩彩排的时候，他居然穿了我的旗袍。不是，今天科在后面穿上旗袍的时候，我一上去，我的表情。而且当时我就是知道他。我不是震惊，你知道？不是，我是震惊，就是他怎么会穿成这样子？小朱老师说，然后我就拉着另外一个人。这个时候你就要问沈小爱了，太好笑了。小朱老师说不出话。小朱老师在说。今天怎么是科跳女位？难怪我怎么看都这么好笑。对，不是，最好笑是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动作，科是这样子的，穿着旗袍这样子。你穿了旗袍错了吗？人家的动作是内八，为什么你会跳成外八？
而且他穿了旗袍啊！真的吗？真的这样的呀？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。穿着旗袍，我们少女偶像为什么要设计这样子的动作？不是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大跳的呢？我记得原本他就是这样的。没有，你去看。我看了，戴萌就是这样说这么说。你看女卫。赵老师有话说，赵老师有话说，赵老师也是这么跳的。对啊，就是不是一只脚吗？一只脚往外往内。哎，没事，好多版本啊，不得不说。其实我觉得我的谣言不是谣言，那个什么误会，其实大家对我没有太多误解，我觉得。但是就之前没出道之前，就是有一些我同期生。就是做了一些啊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说我的一些谣言的事情，就比如说我跟我爸妈出去旅游，然后在那种就是拍的照片，他就到处传说我跟男人出去。那你爸是因为你爸长得太年轻了。不，我没有发我爸的照片，我甚至还把我跟我妈的合照发了，然后他还要继续传，然后我就是你短发的时候的哥哥去了吗？你说的感觉像是有一个叫宁珂，一个叫宁花科，反正就是后来我就把那个就是那个人的手撕了，他就没有出道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品行的人就是不值得出道。他发现了你，就是我觉得应该杜绝就是乱传别人的一些谣言这种事情，特别是在团里，你知道吗？难道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你哥哥妹妹的宁珂和宁花科的故事？他就是羡慕你好看。申小爱，我吗？对啊，我的谣言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人网传我不是中国人。你这个太过分了，必须在这里澄清一下，必须要说清楚，澄清一下。中国制造，沈小爱，中国人不是越南的，我这是新疆棉花。对，新疆棉花。不能因为沈小爱普通话不好，你们就觉得。这个话我好像听到过呀，沈小爱。那会儿我气死了，居然还有队友来问我小爱，你真的是越南的呀？哦，你中文说的真好。其实我是泰国的，阿妈萨瓦迪卡水晶晶。还有下一位，是我吧？应该是我了吧？小满呢？我的话，其实我有很多从出道到现在很多的不能搬上台面，误解。对，不能说讲不得。我讲。但是真的有人啊，就是我最近不是最近啊，我一直不是和段璇就是有合作嘛，然后有人真的居然就是四面翻牌来问我，他说小马你就是每次看见段璇都那么害羞，是不是因为你真的喜欢他呀？太奇怪了，那意思就是不喜欢喽？不是。沈小爱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拿话？没有，不是那个啦，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其实这舞台上的段璇非常的有魅力嘛。然后我以前就是合作的一些舞台，其实都是比较偏就是青涩，对，然后清纯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所以就是一开始和他一起合作，需要就是慢慢的去找到那种感觉，对，所以就是会比较的。我觉得是段奕璇的狮子座气场、女王气场镇压住了小马。说得好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是应该正趁这个上机会下其手？太怪了吧你！对，然后就是这样。下一位朋友，于震，你说嘛。我吗？你快说！我是你最大的前辈，大前辈。我要最后说，我想听甜甜的，特别好笑。甜书丽。我必须要说这个，就是说我是稻香村的大小姐。这个我知道，我当时就想富婆精在我身边。为什么要说是稻香村？这么多年了，你也没有给我们送到一点糕点。对，可喜欢吃你们家那个山楂锅盔了。你难道不是开奶茶店的吗？就是真的导致很多人来管我要那个糕点，然后就是对你也不给。你要不要趁机给你们家打个广告？他说3年了也没带。哎，我要澄清一下，不是这个牌子，是另外一个牌子。不要开玩笑。对。哇塞！搜一下全国除了稻香村还有什么糕点？还有什么糕点？对。没有。徐福记。徐福记不是应该姓徐吗？哎，苏州省的是。
还有然后呢？然后是谁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太厉害了。小马，你记不记得，就有一次我们跳那个不眠之夜，我们合作舞台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为了，因为当时跟你还有另外一个前辈合作，你们两个瘦的就跟杆子一样。我为了跟他们在那个大舞台上就不显得那么胖，我就狂减肥嘛。然后那个时候减到80斤不到，我为了上那个舞台，然后有人传我堕胎。不是这个非常一本正经跑过来问我身体怎么样，然后怎么样是传。怎么会有这种人？我觉得这个太可以奇怪了吧，太离谱了。而且还有更离谱了，这个离谱的袁允珍都听说过。我有一年去澳洲拍 MV， 然后就去那个便利店里面买东西，然后可能就有那种跟的粉丝什么的嘛，然后你知道就有一种那种薄荷糖，它是那种方盒装的，你懂了吧？然后我买了揣了就走，就是刚好在那个收银台那里买其他东西买了就走。这个不可说。懂了。然后有人就说我买那个在澳大利亚约会。哎，给我气的。这个误解太大了，以后大家不要传这么狂野的误解。袁宇珍也听过这个，当时刘增艳在我心里太狂野了，狂野女孩。我心里想，这个后辈不得了啊！我见到他一定要看看他。下一个，到我了，我就是你们这个误会也太大了吧？我觉得我这都不算误会了。就是我刚出道那会儿，好多人都跑过来问我，还有就握手会的时候，还有就是就是微博下面会留言说你为什么老戴那么大的美瞳？哦，对，我还问过你，我说你为什么不摘美瞳？有点凡尔赛，这个对，就很多人都多多少少有点凡尔赛了。你为什么不摘耳筒？什么耳筒是什么？美瞳耳朵也可以戴。你为什么戴那么大的美瞳？什么？你怎么一天到晚都戴那么大的美瞳啊？什么？你美瞳在哪儿买的？你怎么睡觉都带着那个？最夸张的是，就是某宝有个链接里面就是卖美瞳的，是你的同款，不是卖美瞳的，然后把我照片放上去，然后说是同款，我都惊了，我这天生的，真的是自然款。这个就是说你眼睛漂亮，对，对，多多少少是袁宇珍。好了，我的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在我心，就是有人说我双眼皮是拉的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哎，你这是3眼皮。对，我一边3一边双眼皮，我想澄清一下，我双眼皮是我自己的，这是对我妈生双眼皮最大的赞美，谢谢你。对，然后。不是今天是什么澄清发布会吗？还有人不是这个真的是，还有人说我打过美白针，我也要澄清一下。还有主要是那个说的太有理有据了，说我以前非常的黑，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，还可以去补档。说我以前所有人都很黑，在这个剧场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黑吧？以前刚出道的时候涂的是黑色粉底液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出道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流行那种养成系自然美，就是流行自然美那种黑色的粉底液。那个时候化妆师就给我们把自己的面部涂黑一个色号。对，然后他还会对着你说哦卡哇伊，而且他还说，对，不是。最可怕的是，在黑色粉底的色号上面还加上了芭比粉的腮红。对，完了之后还要把你的刘海夹到你的眉毛上面。对，他给你们用黑粉底，是不是因为你们脸太大？不是，你们有没有涂过那个？我刚说到就是双马尾黑粉底，然后你还双马尾？对，粉色腮红、粉色嘟嘟唇，还是那种玻璃透明面的那种。对，真的是天大的误解。就是可能。就是那个时候比较流行，但是他也不看中国杂志，就是那种哈拉 QQ 那种感觉，就是什么元素风，你知道吗？我懂了。所以后来用到自己的粉底液的时候，大家就突然看到我变白，我也要澄清一下，不是啊，这对我误解太大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一组 MC 讲完了，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。谢谢大家。